TOTO， 日本第一卫浴品牌。150年前，一个无家可归的落魄少年是如何逆袭成功的？一家连亏7年的工厂又为何能起死回生？技术的追求，工匠的执念，为了一场如厕革命，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现在的他们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家卫浴厂商，那它到底又是什么？大家好，我是胖猫，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TOTO 的100年征途。要讲 TOTO， 咱们必须先要讲森村财阀。这家财阀虽然没有像4大财阀那样名声在外，但在日本陶瓷界乃至世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从1876年森村组设立到今天2026年，风风雨雨整整150年。话说那一年是1839年天宝10年，江户金桥白鱼河岸有一户武器商人家庭生下一名男婴，取名森村侍佐卫门。这小子生下来命不太好，7岁丧母，16岁遇到安政大地震，一夜之间是家财尽毁，片瓦不存。没办法，一个人跑到银座摆香烟摊，睡马路牙子，浪迹江湖。正巧撞上那几年黑船来航，横滨港一开，洋人和洋货也就跟了进来。他呢又跑去港口收洋装、洋枪、皮靴、怀表，反正什么新鲜就收什么。再转转手卖给土佐藩、中津藩那帮武士老爷们。你要说一夜暴富谈不上，但真正值钱的是人脉。他结识了在中津藩讲课的老登福泽谕吉，这个人不一般，旧版1万日元纸币上印的就是他。天天在课堂上鼓吹日本要脱亚入欧，向西方列强靠拢，一起去瓜分对面的中国和朝鲜。他对侍佐卫门讲，别看你小子现在买卖挺红火，说白了那还是帮着洋鬼子赚咱日本人的钱，你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想法子挣老美的多了。1875年福泽谕吉给侍佐卫门牵了根线，介绍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森春风参加了一个由内务省商工局主办的公费出国旅游团，叫美国商法研习生，到纽约学习考察，为期3个月。这一去大开眼界，原来老美对日本的瓷器、古董漆器很有兴趣。隔年1876年，兄弟2人共同成立了森村组，一家专门做日本工艺品出口的贸易公司。他写下的公司座右铭就4个字：国利民福。接着派森春风先去美国打头战，在纽约第6街开出了一家小店，叫日之出商会，专卖日本瓷器、漆器、灯笼等等乱七八糟玩意儿。结果生意是出奇的好。2年后1878年，森春风的妹夫大仓孙兵卫也入伙了。这个人很关键，因为他有个儿子叫大仓和亲，正是日后东陶 TOTO 的一代目。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先说大仓孙兵卫家，原本在日本桥附近开字画店，孙兵卫就寻思，这都是一个性质的买卖，对吧？瓷器、漆器、古董、字画，新的、旧的、好的、坏的，通通打包去美国，反正纽约的冲头宰不完。而且他还和森春风讲，说搞零售太慢了，不如在美国搞批发，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接着他们把店铺搬到了百老汇大街546号，商号改名森村兄弟公司。到1885年，他们零售彻底不做了，只接工厂订单，业务转向美国家庭日用瓷器，比如盘子、碗碟这些。1889年年销售额就已经做到了25万美元。那是什么概念？我就这么跟你讲。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的时候，12位投资人就凑了2.8万美元，你就自己去算吧。森村家那可是赚麻了呀。然而世事无常，1899年45岁的森春风英年早逝，森村侍佐卫门悲痛万分，他就创立了森春风明会慈善基金，捐款资助庆应、早稻田、东京工业大学等教育机构，纪念他的兄弟。1904年，森村侍佐卫门在名古屋泽武村创办了日本陶器和民会社，就是今天的泽武。这是日本第一家使用德国进口煤窑的现代化瓷器工厂。从此森村组等于从贸易转向了实业，在日本烧，在美国卖，模式很简单，而且还奉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一个产品领域独立成立一家专业公司，最终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就是森村财阀。你去看今天东证上市的森村系核心4社，股票代码那都是连号的，从5331到5334排成一排，系出同源。所以你再看东陶 TOTO， 你就能明白
他的背后靠着的是森村财阀这棵大树。他们是一组从日用陶瓷、卫生陶瓷再到工业精密陶瓷的世界上最大的陶瓷企业集群。1919年，森村世佐卫门辞世，享年79岁。日本政府追赠正武卫勋3等瑞宝章，葬于青山墓地。森村财阀的来龙去脉，咱们就说到这里。接着，咱们单说森村的其中一脉，大家最熟悉的东陶 TOTO。1895年，19岁的大仓和亲远渡重洋，先是跑到了纽约伊斯曼商业学院进修，随后他加入了大伯的纽约森村兄弟公司，在那里待了8年。在纽约，他每一天都置身于西方的现代生活中，抽水马桶、室内浴室、热水龙头，这一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是另一个文明的产物，但他没有视而不见。1903年，大仓和亲与他的父亲孙兵卫一同去到欧洲，在奥地利，他们参观了当地的现代制陶工厂，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识到欧洲的卫生陶瓷产业，规模之大，技术之精，远超想象。而彼时的日本，城市里还遍布着旱厕，农村那就更不用说了。2个世界的落差让大仓和亲深受震撼。他觉得，如果有一天日本的家家户户要是都能用上抽水马桶，这个市场将会多大？这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1904年，大仓和亲28岁，他回到日本，出任日本陶器和民会社首任社长。到1912年，他在公司董事会开会时说：“不行，我想来想去，咱们还得要造卫生陶器，马桶、台盆、小便池这种。”此话一出，立刻炸锅，所有人都一致反对，说咱日本人都是蹲坑，马桶那个玩意儿也就洋鬼子喜欢，国内根本没有市场，风险太大，不值得。大仓和亲眼见这个状况，没法子，毕竟他拗不过公司股东，最后说道：“别烦了，马桶我肯定要做，你们不同意没关系，老子自己出钱干。”于是他和他爹孙兵卫凑了10万日元，在日本陶器和民会社下面成立了制陶研究所。研究所的核心团队包括了技术主任百木三郎，以及从政府实验室挖来的技术人员西山真。那有兄弟要说了，这烧个马桶有啥好研究的？不是，这里面有讲究的。原来森村他们家主要做的是碗碟，厨房里面用的日用瓷器，东西小，工艺相对简单和成熟，毕竟有些东西都烧了上百年了。但马桶、洗脸池这些体积大、分量重，你烧不好，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缝，咵嗒它就碎了。所以为了这件事，从1912年开始，来来回回搞了2年。根据当年工程师手册记录，研究所试制了6541个洗脸盆、1432个抽水马桶以及1249个小便池，总共是测试了超过17280种的胚体和釉料配方。终于在1914年，日本历史上第一支国产抽水马桶诞生了，型号 C4， 与进口品逐一对比，那是毫不逊色。1917年5月15日，东洋陶器株式会社在福冈县小仓正式挂牌成立，这就是今天的 TOTO。 大仓和亲出任初代社长，时年41岁，他是信心满满，准备大展拳脚。可现实情况是，这新做出来的马桶他根本就卖不掉，公司成立后就没有一天是挣钱的，连亏了7年。什么原因啊？因为当时日本几乎没有下水道基础设施，全日本还在使用传统旱厕，城市基础配套它跟不上。当初东洋陶器成立时，森村组那边那可是给了100万的注册资本啊。到了1923年4月，累计亏损迫使公司进行75%的注册减资，从100万降至25万日元，眼看公司就要撑不下去了。可谁也没有料到，5个月后，TOTO 的命运戏剧性的逆转了。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这场灾难将东京、横滨几乎是夷为平地，但对 TOTO 来说是一场天大的机遇。震后重建，钢筋混凝土建筑大量兴建，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随之铺设，卫生陶器的需求啪的一下子全都出来了。TOTO 一举拿下东京卫生陶器市场过半份额。到了2战前， TOTO 已经稳稳占据全日本90%的市场份额。1943年，战时统治的铁拳砸了下来，军需省一纸命令停止一切陶瓷餐具生产，工厂转产军需品。当然，
老美那边的生意，他生存组也就别想了。TOTO 的小仓工厂开始大量生产航空机用碘火栓绝缘体爱管，以及海军火箭燃料装置所需的电解槽、隔膜板。这些东西和马桶毫无关系。毛奇工厂则被整个借给了日本特殊制陶株式会社，连厂长带工人一并移交，专门生产碘火栓。九州军需管理部给小仓工厂定了个秘密代号，叫福第6221工厂。当地400余名学生放下课本，被强制动员进厂，在军需生产线上打螺丝。接下来是TOTO历史上运气最好的一天。1945年8月9日上午8点，小仓的天空出现了 B-29 引擎轰鸣的声音。这一天，小仓是第2颗原子弹胖子的第1投弹目标，目标是小仓造冰厂，就在TOTO工厂的边上。由于前一天八幡制铁所空袭留下的浓烟恰好飘到了小仓造冰厂的上空，彻底遮蔽了投弹瞄准点。3圈之后，美军轰炸机转向长崎，TOTO工厂逃过了灭顶之灾。到战争结束，日本工业产量只剩下战前的1/10，但TOTO的小仓工厂毫发无损，复工的命令即刻下达。这一次是美军，他们进驻日本 GHQ 总部就设在东京第一生命馆，大批占领军宿舍与办公楼需要紧急改建。你美爹说了，全部给我换上抽水马桶、台盆、浴缸。这些订单 TOTO 承接了全部特需的 90%， 这是 TOTO 战后复苏的第一桶金，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1955年，日本住宅工团成立，多层公寓团地大量兴建，抽水马桶成为了标配。就从这里，一场改变整个日本如厕习惯的革命开始了。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你就能理解。1963年全国抽水马桶普及率是 9.2%， 到1977年 TOTO 抽水马桶出货量首次超过了蹲厕。1980年抽水马桶占出货量的 60%， 到了1990年达到了 85%。 从蹲到坐，日本人用了整整1代人去改变，而在这背后始终是 TOTO 占据日本卫生陶器市场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1955年7月1日，东陶一代目大仓和亲安然辞世，享年79岁。葬礼由3家公司联合举办，日本陶器、日本爱子、东洋陶器，他们都曾在他的手里被创立、被扶持，一步步成长起来。之后，他的夫人遵其遗愿，用遗产设立大仓和亲纪念财团，专门资助陶瓷科学与技术研发机构，将一个人的终点变成后来者的起点。1964年东京奥运会， TOTO 再次创造奇迹。当时东京奥委会预计，比赛期间将会有大约3万名外国旅客造访东京，他们要建新大谷饭店，客房数1058间，按照正常工期需要3年时间，可现在摆在他的面前的只有17个月。1963年5月，疾风的大城建设找上了 TOTO 立刻成立专项小组开始攻关，他们开发出了一套全新的系统，半立方体方式组合浴室，你就理解成咱们今天的淋浴房，用不锈钢防水底座 FRP 轻量墙板，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施工时间缩短为传统工法的1/10。1964年2月到4月，1044套组合浴室仅用3个半月全部安装完毕。同年9月1日，新大谷饭店开业，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1969年7月1日，东洋陶器正式启用新商标 TOTO， 由设计师深野匡操刀。这个在卫浴行业称霸了半个世纪的名字从此定格。1960年代初，纽约布鲁克林有一个名叫阿诺德·科恩的男人，为了患有直肠疾病的父亲，研发了一种安装在马桶上的温水冲洗装置，他给它取名叫 Sitbath。1964年，他成立了美国坐浴公司，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结果一败涂地，报纸拒绝刊登他的广告，科恩最后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句：没有人想听你讲屁股清洗入门课。就在同一年， TOTO 从美国进口了科恩的产品，主要客户是医院、痔疮患者、残障人士。由于它始终被归为医疗器材，所以销量平平，一年也就卖出个几百台。到1978年， TOTO 决定自主开发全新一代温水洗净变座，要把这个产品推向民用市场。你猜猜他们当时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你绝对想不到，是没有人坐在马桶上菊花位置的统计数据，因为这决定了喷嘴的最佳角度。那怎么办？
日本人果然变态，他们在便座中央拉上一根细铁丝作为基准，找了300名TOTO员工做实验对象，每个人坐上马桶，用一小片纸标记自己的菊花位置，然后让工程师逐一测量数值。水温呢，他们以每次 0.1 度的微量调整，把热水喷在自己身上，一遍遍测试什么温度角度是最舒适的。就这样，他们确立了沿用至今超过40年的黄金参数：洗净水温38度，暖座温度36度，暖风温度50度，后方喷嘴角度43度，既能准确清洗，又防止水花溅回喷嘴。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水和电不能共存，马桶里面要装 IC 电子控制板，但在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行的。去问了家电厂商，得到的回答通通是漏电风险太大，不建议。最终解决方案来自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一位开发成员看到雨中依然在正常运作的交通信号灯，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日晒雨淋却从来不漏电，他是怎么做到的？于是TOTO找来了信号灯厂商合作，将 IC 电子板用树脂密封，再套上塑料防护罩，这一下水和电终于能在马桶里面共存了。1980年6月，第一代卫洗力正式上市，售价14万9千日元，约合当时660美元。上市之初，销量出乎所有人意料，本来预计每月能卖出500台，结果供不应求。到1983年，TOTO 拿下日本温水洗净便座市场58%的市场份额。接下来，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海外。当年大仓和亲在TOTO 小仓工厂的奠基典礼上写下过这么一句话，叫是以诚实零市凌驾欧洲产品，因世界需求使贸易愈加昌盛。这不是修辞，是战略。1977年，TOTO 盯上了印度尼西亚，虽然当地政局不稳，基础设施几乎为零，但TOTO 算过一笔账，战后赔偿年代，日本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已经把TOTO的产品带进了印尼的酒店和公共建筑，品牌口碑已经存在，现在就只缺一座工厂。1978年1月，第一批8名员工飞抵当地，眼前的景象比任何预案都要糟。电力靠柴油发电机，饮水靠自己挖水井。他们与当地合伙人在这片白纸上建立起了工厂，至今仍在运营，是TOTO东南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而后以印尼为起点，1984年，TOTO 与新加坡英华公司合资，在香港皇后大道成立了东陶香港，作为向中国大陆市场发力的前哨站。1987年12月，TOTO 在台湾与庄头北这家靠水阀起家，一度是台湾热水器市占率最高的品牌厂商共同出资成立台湾东陶。第二年，工厂建成，展厅开业。1990年又追加开设台北第二展厅。2005年，庄头北爆发财务危机，退出台湾东陶，台湾东陶成为 TOTO 的子公司。最后是中国大陆。其实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装修需要顶级的卫浴设备，就通过了日本贸易商社的关系找到了 TOTO 的产品。就这样，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场所里， TOTO 完成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亮相。1987年11月，TOTO 与北京市陶瓷厂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帮助对方建立酒店、公寓级别的高端便器与洗面盆生产线。TOTO 还出口了整套生产设备。1995年，东陶中国有限公司成立，进入全面本土化时代。之后的故事，随着中国经济上行加速， TOTO 也出现在一批地标项目的工程清单里面，比如水立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浦东国际机场，每一个著名建筑案例都是一块无声的广告盘。但是好景不长，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房地产开始下行，精装修楼盘是 TOTO 在中国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开发商大批倒下之后， TOTO 的订单随之萎缩。2025年4月，TOTO 宣布关闭北京和上海2座工厂，计提减损341日元，这是 TOTO 在华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收缩。最后一节，我们来讲讲今天的 TOTO。2024年的财报数据， TOTO 合并营收7245亿日元，约合48亿美元，在全球17个国家运营，产品销往超过100个国家，员工总数3.4万人。在全球陶瓷卫浴市场，科勒以 3.2% 的份额排名第一， TOTO 以 2.97% 紧随其后，是全球第2大卫浴品牌。但有一点，这个市场极度分散，前10大品牌加在一起也没有超过 16%。换句话说，这个行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垄断者。而在日本本土，
，TOTO 却是毫无疑问的绝对王者，市场份额超过了60%。除了传统卫浴产品以外，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TOTO 今天还是一家半导体材料公司。早在1976年，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TOTO 的管理层就意识到不能把命运全部压注在建筑市场上，他们开始研究精密陶瓷。TOTO 100年来积累的在卫生陶器领域磨研出来的工艺，最后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找到了另一片天地。其中最关键的产品叫静电吸盘，这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核心部件之一，在真空环境中用静电力精准固定硅晶圆，允许光刻、琢刻等精密工序进行，误差零容忍度是纳米级别的。TOTO 从1982年就开始研发，最终在业界取得了领先地位。日本、美国、韩国全球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生产线上都在使用 TOTO 的静电吸盘。一家卫浴公司悄悄地成了半导体产业链上的隐形供应商。从深村市左门卫在银座的街头摆摊开始，大仓和清在纽约第一次体会西方现代生活的场景，关东大地震后废墟中喷涌的需求，东京奥运17个月工期逼出来的发明，300名员工亲身实验换来的黄金角度，每一个节点的背后都是某一个人的执念，某一项技术的突破，以及孜孜不倦不肯放弃的意志。这就是今天 TOTO 的100年故事。